童话故事里的小精灵，它会是民间饲养的小鬼吗？是非篇：寺庙及公坛的真面目。本篇内容，这是说破民间家家户户所有敬奉的各种神像尊体之惊险内幕。本篇的全文，这种天下民间所有各式各样神像尊体的用意，其实这其中有很多不轨的真相。若是要能了解，必须分布解惑，才能彻底明晰内幕的鬼胎。首先，就从庙宇公坛常见被附身的乩童来谈起。其实，所有附在乩童身上的灵魂根者是谁呢？就是水界的鱼虾水族之灵魂根者，也就是水界的动物桃灵。所以，乩童被附身时，有闻到腥臭味或讲出奇怪语言之情形。那是因为这类水界来的灵魂根者，本来就是鱼虾水族，故有鱼腥味，且会有鱼类的嘴不开合的习性，而发出怪异的声音。重点，此者的灵根体是1公分至1公分半的长度，它们就是无法投胎出生人类的灵魂根者。原本是从水界上岸，要去投胎陆地动物，接受动物躯体的工作修考，却逃跑不去投胎。所以，这类水界的动物桃灵，经常在江海一带的阴森区处出入。这也是靠海、河、湖附近必定常见大小庙宇公坛的原因。为何他们不能投胎当人类呢？其实这是天地5界阴阳灵界法规所定的定律，有刑法的程式。第1界是日月界，也称为太阳界，此界修行者太阳星君的灵根体为9公分长度。第2界是风云灵界，也称为风云界，此界修行者风云道者的灵根体为6公分长度。第3界是海底浮岛界，也称为民间阴阳界，此界修行者人类的灵根体为3公分长度。第4界是水界，也称为水陆界、藻池界，此界修行者鱼虾水族及动物类的灵根体为1公分长度。第5界是沼泥界，此界修行者细菌无智慧灵根体，这是被磨浆粉碎的灵根，没有长度可言。前提的程式，这是天地5界的大循环法，是以天为9，以地为1的生长标准法。所以，民间人类的智慧灵根体，所有投胎出生人类时，只有长度2公分，开始修行成长。再接续，庙会中所有附在乩童身上的灵魂根者，其实这内幕真相，也是从古至今不二法门的循环演变。此程式解惑：1. 这类鱼虾水族的灵魂根者之根源，就是民间人类的智慧灵根体。若修行不佳的人，必定灵根体无法成长结晶，也会造成灵根体本质的辐射体流失而萎缩。人类的智慧灵根体为什么会萎缩呢？这就是人类活在民间时，没有得到能修饰正确当人的真相，而一生随波逐流，迷雾烦困，才不定时的烫伤智慧灵根体，且去敬奉神、信仰宗教而跟阴界邪灵倒流，自然会把人的记忆力档案、心灵磁流魂体掏空，而形成虚弱状。就这样才使智慧灵根体本质的辐射体流失而萎缩。此类的人，往后死亡时，必定直接沦落第4界的水陆界，投胎当鱼虾水族或畜生。此类灵魂根者，也算是低慧根，以萎缩低于2公分的重修士者。2. 此第4界的灵魂根者，尤其有些不投胎此界的桃灵者，确实很多，也是天下民间所有江海一带的阴森区处时常出现水鬼的由来，就是这些桃灵者所附身在水区内有软化体的生物类身上。为方便解说，让读者明白，在此以异类的物体来称之。此类才造成民间的人类有时到江海一带的阴森区处活动时，遭遇水鬼，被抓去当交替的事实。3.
又为什么水界这些逃灵的灵魂跟着会跑上民间的温热带区处呢？就从古代早期来说起，当时被有些人类发现这种异类的物体，而把它们抓来当宠物饲养。这是古代早期水界的逃灵根附身在水界动物躯体而形成的异类物体。特别声明，现今社会已没有这种生物存在。此物，这种异类的物体，是白底透红的血腥色，类似海里的水母形态。不过，它们有特殊的软化手脚，体质有一股血液的气味，鱼腥味。身长大约15公分至30公分，躯体是透明状，体内有辐射的磁流混体，电磁波容量度高达60至80的电磁力。重点，这种异类的电磁波有辐射容量度，若是一旦电磁波放射，直接对准人类的心灵磁流混体、心脏跳动的气流，必定能干扰此人的智商，引起错乱，绝对无法操控躯体的平衡，而行动摇晃、形状百态，严重者也会一时消失记忆力。此状负面的表白，这种形态就是民间所谓的催眠术之做法相同。4. 惊讶的是，此种异类的生物被人类抓来当宠物饲养的时间已久，也适应懂了人性。但是，把它们抓来饲养的这些人类，也明了他们的体内有辐射的磁流混体，这是不定时放射的电磁波，到处干扰人类的智商，产生错乱。魔神仔的由来，当时这些饲养的主人就做一些红兜镀金，把镀金穿围在他们胸前，作为挡住他们放射电磁波的隔离法。其实这也没有隔离的作用，只是人类的自我安慰而已。就这样，也时常带他们出外玩耍，就是到处表演，当敛财工具。结果，有些被脱逃到荒郊野外，去戏弄一些老迈人士及小孩。这是人体的心灵比较脆弱者，才会容易被他们放射的电磁波吸牵去，让他们戏弄的玩耍。此况，也就是当代的人类称之为魔神仔，就是此物。重点，此物魔神仔的长相，就是如今民间所有寺庙或公坛一些被附身的乩童，自称他们是太子爷、三太子，皆属同类。此形态像猴子，起驾操作时走路蹦蹦跳跳，外表穿着只为一件红兜镀金而已。这就是当初被饲养所穿红兜镀金的习惯性。此形象至今仍被阴界邪灵拿来沿用。如今民间俗称魔神仔一词的由来，就是沿用古代道法人流传下来的魔神仔称谓。不过，现代已无此种异类生物。现代民间俗称的魔神仔，其实就是指有变化外形能力的阴界邪灵，即瞎掰鬼、绿野鬼、绿鬼气体团。再续，魔神仔的演变。后来，这些魔神仔在阳间逗留已久，也学会人类的生活习性，因此，古代人类就称他们是小矮人，为群居结党的魔神族。这类小矮人、魔神族在阳间能生存，是靠着深山有水潭的阴森处修行。他们体态的活动力资源，也是靠捕捉生物类，吸缠这些生物体内的磁流混体之气质过活。重点，他们吸缠生物类的磁流混体之气质，这是不一定的生类者，日久就能随意变化成形，变化各种不同影子，且可轻易离地漂浮而行。此状负面的表白，这种能随意变化成形的形态，就是民间所谓的妖魔鬼怪等山神，为同此类的灵根体者。但是，此类小矮人、魔神仔，他们躯体的寿命不长，原因是时常遭受太阳能的照射，会使他们躯体的黏膜硬化、干燥而毁。惊讶的是，这些魔神仔的干枯躯体内，还是包缠一样完整，存有活灵根的辐射磁流混体，就是电磁波还能照常放射，到处去，稍微干扰民间的人类。此体的深奥，
就是类似海里的水母性质，是软化透明，没有毛细孔。因遭受到太阳能照射，一时皮肤受干燥，才造成它们辐射的灵魂根体被缠黏，无法钻出而脱逃。然后就是这样，才被民间一些道法人捡去收藏在阴凉之处。事后才发现，此类的魔神仔还能运用洒水或生类的血清去滋润，可饲养复活。此状负面的表白，这种形态就是民间所谓的养小鬼之做法相同。接连魔神仔的后续如何？前叙事实的写照，这是产生民间庙殿的起源，此成立庙殿的过程。这种程式就是牵连到民间家家户户所有敬奉的各种神像尊体惊险内幕。这确实有暗藏不轨的处事，若要彻底明晰，必定要分段来说破。一，就是古代时期，当初魔神仔的干枯躯体被民间一些道法人捡去滋润，而饲养复活。此况就是这些道法人抓住魔神仔不实际的躯体，此躯体已萎缩成小小的干枯肉块，只有体内存了一股辐射的灵魂根体。发现若是把魔神仔的灵魂根体叫醒，就能随着饲养的主人听从使唤。所以这些饲养魔神仔的道法人就自编自创一套固定的经文，以念经文之做法，时常让魔神仔的灵魂根体清醒，来认识随从念经文的人，互相磁流融通，作为听从呼唤的感应法。此状负面的表白，这种形态就是民间各类宗教所谓的念经文，这至今用意的做法相同。提醒民间所有自编自创的经文，这不是各类宗教所说的是在超度众生，更没有任何宣称的功德回向功效。此道确实是在养小鬼的招魂互相倒流法，确实在人类诵念经文时，就能互换黑灰气体团及瞎掰鬼到诵念者的旁边，光明正大的吸取诵经者的磁流。此为人类自愿和阴界邪灵倒流，灵界不干涉，也不保护这种人。这样召唤阴鬼来吸人类磁流的行为，不但会导致人类智慧萎缩，经文是越念越呆越固执，也会有被附身塔阴的危险。更惨的是，还会连累危害全家共同相处的人，也跟着被受害，全家不平安，事故频传也必然。日久的癌症、精神疾病或被抓交替意外死亡，都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此段负面的警惕，后来这些饲养魔神仔的道法人，就把他们的干枯躯体拿来当作敛财的工具。此做法就是雕塑各种形态名号的神像雕作，再将雕作像体挖洞，然后就把魔神仔的干枯躯体塞进洞内，又从洞口封死，让他们以滋润过的辐射灵魂根体连贯神像尊体去运作。此状就是要让魔神仔关在神像体座内，而能让外面一些不知情的人，若是有问题的人去求此神像，他们只听呼唤就可随时放射辐射的电磁波去接触信者，让去请求神明的人自然感应有灵验。就是这样的运作法，才使人迷信，确实能让一些迷途的人从此就会自然去崇拜此雕作的神像者。此情况才造成民间开设寺庙及公坛为创业风潮的由来。另提现代的养小鬼，这是民间邪人利用人类祈求无形相助的贪念，管他是小鬼还是邪灵，只要有灵能让求助者心想事成，拜鬼也无所谓。因此而有此类邪人用以创业牟利的邪术养小鬼，这也是模仿前述古代早期道法人饲养干枯异类生物的做法，把流产的胎儿或死婴烘干，时时念经，滴洒血水滋润，自以为是在让阴尸复活，那是不可能的事。其实是因为该干枯的阴尸被刻意洒血水导致到发霉时，黑灰气体团就顺着自愿倒流者的意念而来，躲在发霉的阴尸里。重点是发霉处，并不是因为是阴尸而有什么特别灵力。阴尸本身对邪灵、
黑灰气体团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配合邪人的邪行，让整件事增添恐怖的灵异感之用。这是邪灵与邪人彼此互相利用的邪恶阴谋。邪灵需要有这种推广人类自愿跟阴界倒流的邪人，帮邪灵找更多可供吸取磁流的人类，甚至可以有机会吞吃人类的灵根，升级成为瞎掰鬼，而邪人借此赚钱。但此类邪人跟阴界倒流，且和邪灵共谋危害民间，绝对没有好下场。为了让邪人能知道邪灵已入住了，黑灰气体团还会故意让阴尸做出些微的灵动，邪人就知道小鬼入住，就将此养小鬼的阴尸贩售给有贪念的人类。这就是现代一些邪人养小鬼的牟利情形。接续，另类的养小鬼。实际上，现在台湾民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养小鬼，因为只要有供奉神像，有求拜无形的行为，即使只是一张相片，也会引来黑灰气体团入住。神像底座若有黑灰痕迹，就是邪灵已入住在内。想要找死，找邪灵来危害自己和家人，根本不需要花钱买阴尸。这也是民间的智慧萎缩者自寻死路的余行。惊险的写照来临了。2. 就是古代早期这些开设庙殿的道法人，个个都是心术不正的作为，确实所饲养的魔神仔非常多。问题：当初被塞进神像尊体雕塑内的小鬼，这时间已久，而小鬼的躯体自然腐烂。此情况下，这些小鬼的灵魂根体就挣扎钻出，脱逃腾空而去。此状负面的表白，这种形态就是民间初开设庙殿的初期，神像尊体者都会让信者自然感应有灵验，而风潮一阵子后，就会渐渐的冷落，难有感应之景。此因就是小鬼的灵魂根体已经脱逃而去。现今的神像行业也仍沿用古代这种养小鬼的方式，将生物活活塞入神像底座密封，还自以为是增强灵力。此状惹来动物灵的报复也必然。此况惊讶的是，3. 此类脱逃的灵魂根者，就是当时被控制的灵根，为1公分至1公分半长度的小鬼形态。重点就是脱逃重回阴界处去吸取人类的磁流，或投胎动物躯体修考，等待灵根成长到达2公分时，就有机会循环投胎出生当人类的资格。此因，这就是前序所提，民间人类的智慧灵根体，所有投胎出生时，只有长度2公分而已。所以，这类属于水界动物的灵魂根者，也是列入天地5界的阴阳灵界法规，为成世的修行者。这类的灵魂根者，虽然是1公分至1公分半的长度而已，但是他们也是在等待成长，能够长达2公分，确实就能投胎出生人类，当民间的工作修行者。问题：这类的灵魂根者也是有管制者，此管制者就是阳间有些人突然死亡回界时，遇碰寿命岁数阶段未满者，还是得在民间阴阳界徘徊修行。此徘徊的修行者，也是要接受灵界处的工作职务法，就是在逗留的期间内，必定要度畜生的智慧灵根，使他们生长。此修行者称为度畜生者。这确实是阴府阴阳灵界法规所定的规律。此状负面的表白，这些小鬼若是曾经遭受到阳世间的道法人抓去玩弄，损坏灵根体，往后等待长成到达2公分时，又转世投胎当人类，在生长过程当中，绝对会产生一些缺损，例如智能障碍、躯体残缺或畸形的情形。这大部分都是此类灵根投胎所产生的情状。警惕，这种养小鬼的道法人，确实是玩弄损害大家下代要出生的子孙。尤其开宫设庙的人及这类道法人，都是心术不正的造孽者，
往后必定会招致祸延3代子孙。这是开公社庙及道法人的子孙不平安的由来，真是人类的危机。4. 再续前述脱逃的小鬼，这是后续恶化到演变成复仇记的情景。此因就是小鬼的智慧灵魂根体已经循环畜生动物的程序修考，灵根已成长到达2公分的标准者，也是有资格重回阳世间，能逗留的等待投胎出生人类，唯有机会的拾起者。警惕这些小鬼曾经被抓去，遭受到阳世间道法人的控制而残酷的玩耍。问题，但确实个个都不想投胎，只是怀恨要复仇。真相就是这些小鬼一旦有机会，就到处寻找他们曾经受困于神像尊体的雕作形式，就是要辨识操作信物的道法人为复仇的对象。怎样复仇的程式呢？请接续寺庙及公坛的真面目下集，魔神仔的复仇记。欢迎持续关注、订阅并按赞我们的频道。人间小路，下期见。